曾经300排量的踏板，标杆不是雅马哈就是大佛沙。无论三阳、光阳、比亚乔、无极、宗申、阿普利亚，在它的信仰粉面前，通通让你隔壁去吃瓜。而有一个品牌就水灵灵的蹦出来了，从350开始就成为了强有力的鲶鱼效应，搅得踏板界团团转。不仅让这俩风光不再，甚至368出 ADV 踏板后，还有人调侃说道：“年轻人买个 XADV 就好了，没有必要硬上368G啊。”哼，虽然我个人对这个品牌的营销方法不好评价，但试驾过368DME 之后，感觉这货还有点意思。目前368G 也出来大半年了，卖了几千台了，热度也过了。那身为1.9米的踏板佬雾都韩司机，今天我也该来盘一盘这个秒天秒地秒空气的声势旗下卖的最好的368是 XADV 368。开个玩笑，声势368G，今天我给它好好盘一盘吧，冲！好的，今天这个难得的晴天。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台车，可能也是属于今年绝对是数一数二热度排名前几的车了。先说一下这台车啊，这是一台车友的车，所以说它有一些部分和原厂是不一样的。自己改了射灯，然后自己改了避震，然后避震是全可调的。传动是原厂，然后增加了一些小支架。除了后避震以外，其实整体来说和原厂的话是没有其他的东西会影响到这台车的一个骑行体验。首先第一，作为一个踏板的外观，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把这个角度拉大。好，这个角度的话看起来确实，我说实话呀，我之前说过了，368的 D 和 M 是属于完全自主的一个设计，所以说不管它好不好看，我觉得都是好评。但是这个车的话，其实我们不管是从前面，还是尤其是从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位置，如果我们不看后面把它遮住的话，这前面确实致敬的程度有点高。但是我相信这个的话，对于所有的车友来说，都是一个好看的外观。虽然说这个红色不是我最喜欢的颜色啊。然后这个车的整体的话，它既然它是一个属性叫 ADV 踏板，这就大家可以看见和挡车一般的一个前避震，双3星的，而且是可调的，压缩可调，回弹可调，然后是一个螺把，然后这个把的宽度堪比我的790的车把的宽度。所以说它作为一个踏板来说，用了这样的一个把的设定，前轮也是用的17寸的一个前轮毂辐条轮，后轮的话就是一个标准的踏板的一个14的。所以说它在前面的话，我相信它和其他的踏板车会有非常不同的体验，就因为这个前轮。之前我们也试驾过 XADV 啊这些车型，前17寸的轮毂确实是对整个操纵的稳定性有很好的体验。然后这个车的话，因为都是一个上市了很久的车了，第一个测评的话，到现在都已经8个月时间了，这个车全国也卖了几千台了，所以说现在目前为止，这个风波也过去了，就是之前有一段时间很有热度嘛，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客观来说一下这玩意儿到底它好在哪儿，哪些地方是我不能接受的，以及这个车在这个价位里面是不是最能打的车型。首先作为一台大踏板的话，其实这个踏板的体量说实话是一个相当大的。来，我把这个车停在我的790旁边。我们知道790虽然很瘦，但是它其实实际上是很大的。其实大家可以看看，在这两个车期间，如果把它停在一起，两个大小不分伯仲，而且这个车其实还要更大一点，体积和视觉上面其实它和 XADV 750基本上的大小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也能看见我们现在是空载状态，我们提一下它的前避震的空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我的一手是22.5，然后它这里目测的话，其实有一个外露的一个差不多167的一个行程，预载下去的话可能到这么多，能用的有这么多，作为一个踏板来说还是很好了。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它的这个辐条轮，我一会儿我骑的时候给大家说一下吧，因为毕竟这个车作为很多人说辐条轮哪里好，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是在走马路比较多的情况下，辐条轮说实话还是没有铝轮的体验好。然后就是属于这个车的一个中置脚踏，这个中置脚踏的话是可以让你在这个踏板上能够站姿的骑行，但是也同样的，我刚刚在称车的时候，这个中置脚踏无论是放着还是收着，来我给你放一下。
它都会挡着你的这个边撑，这个边撑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如果我在车上的话，我想踩，我会踩到这个地方。所以说，要非常谨慎的把脚尖放在这个里面，才能把它放得下来。但是这个车的大撑呢又很轻松，虽然说如果对于一般的人来说还是可能有点累，但是对于这个体量的车来说还是可以，至少比 XADV 啊，比佛山呀这些要轻。然后车上的话，其实就2个储物设施，这里有一个储物槽，里面可以放一些乱七八糟东西，说的是叫什么钥匙啊这些东西不大，但是最重要的，来我先把这个仪表开。然后这个屏幕的话，比之前的 368M 跟 368D 要大得多，然后比自家的那个 ADV 都还要大。然后屏幕的话，之前我拍的 368D 和 M 的视频或者 E 的视频都说了，我们就不做赘述了。然后就是这个车的后备箱，这个后备箱能够非常轻松的塞进2个全盔。这个大小有多大呢？我先给大家说啊，我这是一个 X14的头盔，并且没有拆蓝牙耳机，并且这是一个 XXL 号的。理论上，如果我的头盔放得进去，那大家用的头盔，我不知道戴那种越野帽檐的拉力盔算不算，但是这个大小，我觉得拿来绑架小孩都够了。好，我觉得外观，因为这个也不是一个新上市的车，也上市了很久了，网上的评测也一堆了，所以说我们就直接骑起来吧。第一人称初体验。好了，现在我们上车，把它落地。然后这台车作为一个大踏板来说，它的足着性的话，整个的足着性的话，对于我这个身高来说倒是无所谓。但是如果对于一般的车友来说，它还是有对身高有一定的要求。但是呢，它的前面其实收得很窄，所以说它的足着性其实很好，只是说这里多了2个护杠。讲真，如果是身高矮一点的朋友的话，可以把这个护杠拆掉，这样的话往前面一弄就很好足着。好，那我们现在就启动。和 368D 和 M 都差不多的一个平时体验。第一感觉就是这个车的骑行几何，有一点介于踏板和挡车之间，所以说，有一点，就像上次我骑的 XADV 一样，我们直接骑起来吧。又没关 TC， 我一会儿把这个 TC 关。还好这个 TC 都是放在这个上面的，所以说比较好解决。动力很强，动力我刚刚起步的那一瞬间，我们都不用说其他的，动力确实不错。肉眼可见的快啊！这个车的重心，和368的 E 很像，我骑起来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什么区别。但是由于这个骑行体验，所以说它的整个的一个车身的姿态和很熟悉，就跟那个368E 一样。但是因为它的前轮更大，所以说就算在弯道当中也会非常的轻易能够掌控。肉眼可见的快，真的叫肉眼可见的快。这个弯儿现在温度还没有很高，所以说我们稍微悠着点。就一个弯儿，就是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吧。首先第一，坐姿对于身高高的人来说，还是有点窝在车上的感觉。但是对于身高低的人来说，可能足着性也不是很好。所以说，它可能和雅马哈的那个 XMAX 一样，我觉得只适合1.7米到1.7米的人骑，就是最优化的坐姿。但是呢，动力上面的话，我觉得就是平稳度的话，还是很牛逼的。整体的一个操控感觉，其实会比 368D 和 M 要略显笨重一些，但是呢，它也会有更加的稳健。动力确实作为一个这个排量的踏板里面来说，它还是独一份。好，我们先在低速里面感受一下。首先，第一，换了17寸的轮胎了之后，就是17寸的前轮之后，前面的安定感会好很多。
但是呢，它就不像短轴距的 368D 和 368M 一样，那个动力对于一个踏板车来说就是一个潘多拉的魔盒。但是我负责任说，如果作为一个新手，这个动力还是适合一些骑了一段时间车的人来骑这个车。很稳，哎呀，这个重心好低啊！我们来看看低角度掉头呢。这个大轮胎确实稳。我们看看这个，虽然说它的减震有点长，但是呢，整体来说它这个避震的过滤性还是很一般。虽然说加长了避震，但是呢，它还是个踏板。我并没有感觉它和在这种快速的抖动和高速的这种回弹的情况下，和普通的踏板有太大的区别。掉个头，重心很低，重心倒是很低，它并没有因为换了大轮子，就会让你的整个前轮会显得很木讷。整体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操纵的。来试一试呢，低速。可能是因为换了后避震，我觉得这个车的整个行驶品质的话，确实会比 368D 和 368M 好，比 368E 好一些。来试试下楼梯呢，看看它这个避震怎么样和离地间隙。这是一个比较宽的楼梯。哎呀，你如果要下楼梯的话，其实这个车的话还是要斜着下。我发现了，如果直着下的话，还是容易卡底盘。我觉得踏板车和挡车的不一样，就是因为我知道挡车下面是没有东西的，但踏板车下面有一些，比如说你的转接桥啊，或者是你的阻尼套啊，还有你的那个连桥啊。所以说我每次我不知道我卡它的话，它会卡到什么地方，所以说悠着点吧。其实所有的踏板车都能下楼梯，你觉得那种再难受的都能下的楼梯，只是说一个下楼梯的舒适度而已。ADV 踏板特色体验。好，初试了一下的话，我们现在再来试一下它的这个中置脚踏，就是在这个地方它还有一个脚踏嘛。我们平时的话，踏板都是踩在前面的，但是我们把这个脚放到中置脚踏上来踩着看一看。好，站姿的情况下，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坐垫好宽呐，加起来跟那种挡车的加车不一样。但是在这个地方的话，你还是可以明显有一个更多的一个踏板驾驶的一种可能性。然后在这个时候，你比如说抬给油，它也能像挡车一样，这样就是微微的像弹离合一样的效果，好玩好玩。来，我们来看一看，用这个情况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玩呢？好，我们来试一试这个楼梯吧。既然它是 ADV 踏板，来，刚刚是。上楼梯比较轻松，因为上楼梯不容易卡底盘。我们来试试下楼梯呢，还可以，再试一次呢。既然这个车给了我这么长的避震，我看看上楼梯我斜点上啊，没问题，只要把 TC 关了，还是很好的。下楼梯，但是不能卡楼，比如说你给一下油，然后直接下来，通过性上面还是没问题，在城市里面钻进路啊，还是挺舒服的。然后我再是踩着中置的一个脚踏，我们试一下我们的传统技能。哎呀，我看看这里哪里有坎儿，比如说这个充电桩有个坎儿，不行，这个还是有点容易被卡。所以说它的离地间隙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这么高，所以说想让它不用卡地的话，还是要给油，就是属于站起来，比如说抬一下，好给油，然后比如说下去的时候弹一下给油，就是类似于像挡车一样的那种驾驶，偶尔玩一玩还是可以的，但是它的那种稳定感的话，跟挡车没法比啊！先大家说好啊，这就还是一个踏板，我就跟你们明说，它就是一个踏板。它怎么还有乐趣？它还是一个踏板，但是它就不像那个368D 一样，因为它短轴距嘛，给油就感觉要起飞的感觉，有点意思。既然是踏板，表现如何呢？好，现在刚刚大概知道这个车是什么风格了。我们现在用正常的踏板来骑一下试一试吧。
但是就像这个车的大小啊，就是我还说就像我的腿一样，其实在这个上面坐着是很憋屈的。所以说这个一坐上来的话，让我想到了什么车，就是雅马哈的 XMAX 300，就是属于一个身高矮一点的车友，足着性不好；身高高一点的车友，它的骑着来憋屈度很差。所以说这就是我的第一感觉。用正常踏板的情况下，还是一如既往的绅士的这种凌厉感。